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际国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的话题永远都会有川普，因为川普的各种言论影响着全世界。川习会 APEC 马上就要登场，那在这个之前，川普再一次到底是不是tackle 了呢？还是呢现在在寻求各种可能性呢？他说我没有想要摧毁中国，是他们自身的行为迫使我不得不采取这样的行动。当然指的是苛征155还157这样的突然的惩罚性关税。同时呢，他还公开的喊话，希望中国大陆重新开始购买美国大豆。其实目的很清楚了，人家说谈判兵家大忌，底牌不能先但他已经先告诉你了，我在乎我的大豆，至少要达到之前的数量不希望中方跟美方玩稀土游戏。第二个底牌就是稀土，很在乎。大陆不买大豆之后，当然影响很大，透过几个画面吓到。第一个画面是谷仓在伊利诺州，因为太多要存放在仓库里堆到爆仓的画面，一开始只是稍微少数的水泥隆起，到后来整个塌出来，蹦出裂缝，几秒钟引发了大面积的崩塌，还好人员很快的逃走没有人员伤亡。你看整个崩掉的画面，简直是这个灾难片的现场，而这个就是大豆。太多的大豆销不出去，还有在大豆的农田里都熟了，一大片硕实累累大家觉得应该农民应该开心的时候，现在却没有人收割，这是怎么样的辛酸？因为种了半天也卖不出去，这就是现在美国农民的现况。所以呢，现在对于美国来讲中美贸易大战，那想尽办法要把话语权拿回来这个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特别讲说，因为中国停止买美国大豆，结果损害巴西的森林为什么？因为呢，巴西农民要生产更多的大豆，就会破坏森林。那这样的说法让大家觉得那买美国大豆就不破坏买巴西就会破坏它。马上就有这种澄清的专业的粉专等等的出来说，其实大陆的食品龙头的中粮在巴西采购的时候订定了叫做零毁磷各种的 ESG 的追踪的标章，包括要可塑性、有卫星图像监控还有各种的审核方式，确保整个生产模式是符合 ESG 法律跟人权。所以像这样的这个置换概念能成功吗？例如像川普3月才悄悄签的行政命令，要扩大的美国木材生产，砍，把美国的森林给砍一砍。那相比之下又是如何呢？尤其是稀土的部分是另外一个川普在乎的点。大陆的产经新闻的报道，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用在电动汽车啦、武器啦、高科技制造的稀土制品，9月的整个出口量是6538吨，低于8月的7338。也是越来越低，但还是有一部分的出口，所以稀土管制美方已经公开的讲说，威胁到了全球供应链的安全。那大陆则是说，为了因应你美国先升级对中国的限制，我们只好反击。但川普说急着要追赶被掐住了喉咙，稀土这一关怎么改变通路呢？有没有办法从其他地方找到活路呢？美国政府的官员这个礼拜宣布计划要在确保稀土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那包括向澳洲来救援，有办法吗？这个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在华盛顿跟川普见面，他强调澳洲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是不是可以有办法帮得上美国的忙？光供应链的这个部分还有待观察。但显然这一次在中美对战里头，大陆的部分是没有要跟他低头的概念你狠我比你更狠，所以所谓学美打美的招数，在很多的这个分析里都认为是奏效了。中国用美国最熟悉的常备管辖直接教训美国，稀土的管制是常备管辖到你边缘的地方都拿不到，所以这个中国打法跟过去已经不一样，叫做规则战体系，尤其是组合拳的模式这叫做规则战，以美为师，已经发挥了很大的效果。亮哥，我觉得中国大陆既然把大豆还有稀土管制、长臂管辖都拿出来因为谈判是这样啦，你拿的王牌越高，那你对标要交易的王牌就要更高嘛。所以你美国说不然我减税好不好？拜托，现在根本不是减税的问题，
中国大陆根本不在乎。9月中美的贸易资料刚公布，中国出口到美国减少27%，这中国大陆根本不 care 嘛。那中南美洲增加56%，你想也知道就是大豆嘛，此消彼长嘛，对嘛？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对标的就是半导体了，就是你如果半导体不给我把这个管制取消，我稀土也不可能取消了。所以这次的谈判一定比较难谈，因为半导体出口管制取消，我认为不是川普能决定的啦，这个是民主共和两党认为唯一的美国的王牌啊。那你想一想，当年美国干了什么事嘛？美国是2019年开始制裁华为嘛，2019到现在6年了。那中国大陆现在5奈米以下真的做不出来啊，极紫外光真的是做不出来啊。那你有想过中国的处境吗？一样嘛。美国那个时候料定的就是10年内你做不出来，中国大陆一样啊。我稀土给你管制，那做长臂管辖，全部都学美国啊。第一个就是长臂管辖，只要含量中国稀土0.1%，全部都算啊。那第二个就是中国公民不得帮别的国家的稀土公司上班，这也是美国发明的啊，叫美国公民不能够帮中国的半导体公司上班啊，通通都一样。然后还选定你最敏感的企业，美国不就选定华为？是。那中国大陆现在就选定14奈米以下，还有军工产业嘛，所以方法都一样。那中国大陆也料定，美国至少要10年的时间才能够一贯作业，从采矿到加工提炼，做出美国现在所需要的稀土量。所以你就看着办吧。今年是第1年哦，所以美国现在才知道别人的痛苦了。这个坦白讲，就是在教美国做人呐，做人的基本道理啦，真的就是这样啦。而且中国大陆知道有很多盟友会跟着美国一起玩，所以中国大陆这次是针对全世界。你不要以为台湾没事啊，龚明鑫到现在不敢告诉我们真相。我们台湾的稀土是透过欧美日的贸易商去买的，可是大部分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所以中国大陆如果认定他要来对抗台湾的时候，你不要忘了赖清德喊什么口号啊？非红供应链。你既然要对中国搞非红供应链，那中国大陆的稀土为什么要卖给你？所以如果中国大陆要求那个欧美日的那些贸易商、稀土贸易商啊，不能卖台湾，我跟你讲，他们真的不敢卖，因为你只要被我查到，你以后就不用做生意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一次啊，中国大陆是针对全世界。所以比如说德国事实上它因为汽车是第1名嘛，发动机就要用到磁铁啊，永磁材料德国消耗了18%，美国才12%呢。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丢一个非常明确的讯息给德国嘛，说你真的要支持美国吗？那你为什么不考虑我？你会考虑美国的要求，你都不需要考虑我的要求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是全球性的一个策略了，就是一了百了。要么就美国你取消掉对我的半导体管制，那联动到你的盟友也都取消掉管制，那我稀土管制我就可以做这个相应的取消了。所以我认为不要期待这个月底川普跟习近平在 APEC 见面啊，这个问题就可以解了。因为半导体美国要取消掉中国的管制，那实在是太难了。这个我认为美国唯一的王牌就是半导体。他如果不用半导体管制啊，他其他大部分的东西都会被追上，管制不了了。什么乙烷啊，什么飞机的引擎啊，那个很快就追上了，那根本就没什么用了。那半导体你不要忘了，从2019制裁到现在已经6年了。那中国大陆现在还在很辛苦，那他当然也自力更生嘛，所以也有很多领域得到突破。可是
终究还是卡到很多地方。那美国如果要做稀土，我跟你讲啊，已经有人去估计了啦。美国要维持到能够保足到自己的需求量，至少是2032年以后的事了。你川普根本已经下台了啦。所以我看你要怎么玩呢？是除了稀土，当然大豆。那川普直接讲说，你要至少回到当年的那个购买量。现实是他已经采购单下到了其他国家，这个一时半刻回不来啊。我跟大家做2种比喻哈，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的话呢，就是美国是打梭哈的啊，开口闭口全说了，吓唬你，对不对？然后呢，中国是下围棋的，一步一步来，从下了第一步开始，以退为进，慢慢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非常明白。然后呢，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中国呢是一个非常有文化的老者，然后在观察的时候呢，美国是一个7、8岁的一个一来就一阵子的王八拳就上来了感觉上很凶猛啊。后来现在发觉哇不得了就是说川普现在呢越来越他口比较少 MAGA 是非常低了，因为美国外闹得一塌糊涂。但是我跟大家这边强调，刚刚亮哥讲的，其实我们要把说没有晶片跟没有稀土之间做个比较。这个社会的话呢，没有晶片，慢一点，笨一点。像我们用这个手机，其实对我来讲够用了非常够用了。我真的不需要，就是说我也不打电动我也不做什么快速的处理其实对我来讲，28奈米绰绰有余，非常够用但是没有稀土的话，哇，那不得了那个话呢，你看到彩色电视的话呢，彩色都不鲜艳了。那你更不要说是军工材料了什么雷达啦，或者什么核能潜艇什么。我再强调一遍这光是一架这个 F-35它需要的稀土就是418公斤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就大家知道说，目前为止大陆这个围棋下得非常好，所以大陆讲出用稀土来做制裁的时候，态度非常坚决，而且我觉得是一刀决裂，是不可能改。因为大家要了解因为我们都是属于这个文化的人我们最讨厌什么呢？我们最讨厌说话反复说话不算话的人。我们从小就听过狼来了狼来的故事就没有见过说你用打说话来吓我的时候呢，我就要乖乖的心服口服的要听你的话，这不可能，没有这种事情。这种王八拳其实对中国是没有用的。然后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很重要的一点的话呢，就是一步一步来。我这边刚刚讲到大豆的情况下，大家可以了解到，大豆的情况下，所有的谣言呢都跑出来了，什么巴西砍树林要种大豆什么的，这里面大家看到没有？我们里面讲说中粮公司老早就规定了你巴西不可以砍树林什么的，这一切的话呢，我告诉大家整个买大豆事情根本就是个阳谋因为这个只能说怪美国的大豆农很傻了。因为你要进口一个国家的大豆，这是粮食食品，你要经过药检，你要经过内容的检查，你还要经过各式各样的检查以后，你也不能够洗产地。这里面的话呢，签的约当中的话呢，起码是10年的约呀。所以说，换而言之的话呢，美国大豆农从去年不管是今年碰到是不是丰收的情况，所以他面对的处境非常尴尬，因为他完全没有做好这种准备。为什么？因为美国7、8岁的小孩得意的不得了，认为我要你买大豆，你就不敢不买。所以这种情况下来讲大家得到了错误的讯息。现在遇到中国是极其重要的对抗，而且我另外就要讲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说美国到底多久能够产生稀土？刚刚亮哥估计2032以后，2032以后对不对？2042都不可能搞出来，2045都不可能，20年。为什么？我跟你讲稀土的提炼牵涉到技术那牵涉到的这个人才然后时间的累积。另外最重要的是一个成本，什么成本？环境成本我昨天看 BBC 的话呢，介绍中国的稀土，里面还在讲中国为了开采稀土，为了提炼稀土，基本上一架 F-35就要削掉半个山大家要了解这个对环境的破坏，只有中国能够做这种牺牲为了下围棋，先让你得一个几棋现在的话呢，你要追上，我跟你讲20年我都追不上。为什么？有人反对你对这个环境弄来弄去。为什么今天大家会知道稀土的功能是非常强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大家发觉完蛋了，你现在的话呢，如果要追求稀土的提炼，那你自己要把你自己的山砍掉，那这还得了？所以说。那高雄可以，有美浓大峡谷嘛？没有啦。对将军，对，将军在军事用途上，那更是不可取代。那我们可以知道，那个稀土是那个军工产业相当需要稀土。但是我们来看呢，就是贸易战它是没有赢家的，因为贸易战就是违反经济学上的比较利益法则，你多的你便宜的卖给我，当然我也多，
我也便宜，我卖给你，我们两个都互利，我们两个双赢，你赢我也赢，大家都欢喜。结果要打贸易战，那你要打贸易战的话，你要想想看自己有多少的筹码，你还要付出多大的成本，就是这么简单。那现在中国大陆不买美国的这个大豆之后，美国豆满为患，那个仓库都压爆掉了，豆满为患卖不出去。去年2024年，中国大陆向美国买了2700万公吨，到今年现在已经10月下旬了，到现在为止1公吨都还没有买。你看去年是买了2700万公吨，总共花了126亿美元向美国买这个2700万公吨。那现在美国怎么要解决？美国不得不解决，因为大豆也不轻久放啊，还有地方啊，最好能够这个造成一种流动性啊，现在没有了。所以这样来看呢，就像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我认为它有3个失算。第一个，我认为它底气不够，因为既然要打贸易战，你底气要够啊，底气要够。美国的底气现在今非昔比嘛，他自己的国债都37兆美元了嘛，这个他的底气够不够？你要先想到你有多少筹码，还有多少实力，还有多少底气，要自己先把这个想清楚啊。那没有啊。第二个，短板清单，你要把短板清单，我缺稀土，我缺大豆市场等等的短板清单列出来，因为对方也会打你的短板清单的忍受度如何？这个要列啊，都没有，就开始大家打这些关税战、打贸易战，甚至打科技战，变成这个状况。我认为这样子哦，那中国大陆很简单了，那你的短板清单不列，那我打你痛点，我这个大豆不买，我稀土不卖，那美国怎么办？稀土啊，有8万种各种的零件、组件、系统件是要稀土的，这个还不只是军工产业，全部包括进去，包含医疗用的，也包含民生用的等等，包含那个车子里面也有稀土啊，你的永久磁铁、强力磁铁就是稀土嘛，你这些都要啊，不然你整个会都停顿了，燃料来源变少了，我们的原料少了，它的出产量就会相对的受到限缩，所以这个选择痛点。这一个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也会选择。那第3个，我认为啊，有历史的包袱，因为每一个都有历史的包袱。我刚才讲到了，美国国债37兆还在累积上涨当中。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民主社会，它也要面对它的选民的选票。那选民选票，每一个州都有每个州的特色，有的是农业州，有的是工业州，有的是航太州，有的是半导体，它不一样。美国遍布在这50个州当中。那要去想想看，这一个。它的历史包袱，这各个州的这个经济的条件背景、收入的高低不一样，那要怎么样去做个平衡、做个取舍？要牺牲这个州的利益吗？满足另外一个州的利益吗？这就是问题来了。要现在中国大陆对稀土还常被管辖，那是不是也造成美国对稀土的需求，造成它各种的工业受到全面的影响？美国都要去想到啊，这就是历史的包袱。美国应该在事前就应该列出清单，好好的来做应付，来做应对才对。美国总统川普现在想什么？他想的可能不太一样啊。首先，他对于自己要不要连任这件事情，突然 PO 了这个影片在他自己的 Truth Social 里面哦。他的影片我们来看一下，他可以任期做到西元9万年。2025一直前进，2040一直往前走，一直都是川普，可以做到9万年西元呐，太厉害了！显然这是川普自己觉得好玩而已吗？还是真的觉得大家都尴尬了？像这样的川普一直做下去，他不止发这个哦，还有他的副总统 Vance 还给他拍马屁哦，还帮他戴上了皇冠，然后这个斗篷就是现在正在抗议的群众超过了700万人次，在6日上街头。700万人是说 No King， 可是特别 po 上他像王者一样的姿态的 AI 影片，代表他就是个王吗？虽然川普自己说我又不是国王，但更厉害的来了哦！这么多人700万人上街去抗议的时候，川普 po 了一个 AI 影片，这个飞机升上空，里头坐的是谁？有皇冠的川普。那接下来他做的举动更是让大家惊吓，飞机喷洒下来这是什么？看起来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这些棕色的像粪水的东西喷向了这些抗议的民众，这就是对于他抗议的民众他的态度跟看法吗？不是什么侧翼什么网红粉专，是自己川普的账号 PO 了一个总统这样的讯息。那他对于在国内所造成的极化跟冲突呢？现在是不是连空军1号的出口？现在有个特勤局所公布的最新消息说，在佛罗里达州这里哦，国际机场发现了有一个可疑的狩猎架，可以架机枪的哦，直接对准的是
总统的他的这个进出空军1号专机的位置，引发了高度的关注，所以现在赶紧 FBI 就更在调查，还要把他上阶梯的这个时间缩短，换成小梯子，赶快上去，免得有什么衍生的意外发生。那么内部的混乱当然不只是一件而已哦，现在直接扬言说，连普在这个旧金山这里哦，已经走下坡15年了。川普说，我一定要来改变这件事情，我们的国民兵就要准备去旧金山，他去的地方已经很多了哦，包括了这个加州啊、华盛顿啊等等的其他地方，但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停摆却已经进入了第19天。虽然他口头上讲全部都是民主党的错，还帮这个名称叫做 Schumer shutdown 啊，直接变成是民主党的人造成的 shutdown。所以航管人员也不足，他很担心吗？等一下又要推给民主党啊！美国运输部部长已经讲了，53%的航班都延误。因为人力配置一般预测应该要比例是5，结果居然到了53%，甚至欠薪的问题他也不太管哦。美国政府停摆，部长却还在砸53亿要买豪华的湾流飞机，让部长可以随便的去搭乘到哪里出访嘛，被民众痛批。而川普说好的黄金年代，很多的美国的最新调查跟媒体就认为，民众越来越担心，在川普总统执政下没有办法拿到足以养家糊口、支付账单的所谓的好工作，近半的美国人都是如此。当初这个川普所信誓旦旦的黄金年代，现在显然美国人是感受不到的，感受到了反而是更多的对立跟冲突跟不安吗？而大陆的部分，四中全会登场。那么四中全会登场，第一件事公布的就是 GDP 的数字哦，没有办法保五，降到了4.8，所以大陆的国家统计局特别表示啊，这个代表的是一种意义，是个别国家呀滥施关税呀，冲击了全球经济所造成的。这个个别国家是谁？很清楚，不就是美国吗？使得外部的环境更趋复杂。四中全会聚焦在哪里？全部都是 AI、半导体、量子，重中之重。人工智慧、量子技术决定了下一个世纪的谁是赢家？所以所谓的审议1555规划都是很长期的目标定定。那么四中全会还有一件事受关注，递补至少有12位中委哦，也是8年来最大规模的。那么出现了一些包括了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等9名上将替换异动的消息。那大概目前大规模大概有12名中央委员的这样的替换，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四中全会之后，才会是真正准备要有一致的目标登场的是川习会。亮哥，川普执政还没有满1年呢，就激发了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群众示威啊！这个 No Kings Protest， 不要国王的这个抗议，参与的群众是700万，700万人。那你看那个川普完全没有感觉啊，他还在拍 AI 影片，在嘲讽，在丢大便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啊！就然后你的政府官们你也没当一回事，本来大家预期这个月中就会结束，结果现在19天了。那最长记录当然就是川普第1任的时候关了37天啊，那卡的一个是平民医疗法案嘛。那因为平民医疗法案可能会导致非法移民受贿，他就是不要，就是这样，就民主党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就是会让非法移民受贿，他就坚持不要，那他就故意关门啊，即使航管人变少，他也不管，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的历史学家来看这段历史，一定会把它定位为川普之乱我认为已经非常明显了。美国你就是倒大霉，有这种总统，这才第1年呢，他还有3年呢。关税战、贸易战明明就输了，不认；科技战没辙了，然后连军力碰到中国大陆93阅兵，那福建号航母3弹射成功，明明就已经在撤退，撤到关岛去了。他们有一个领域是成功的啦，西太平洋跟中国的军事斗争失败，贸易战失败，科技战也没有成功，然后国内乱成一团，目前美国就是这个状况啊，而且看起来还会更快，还没结束啊，因为
第3季的财报，我们通常大概要10月中以后就会公布啊。那大家就去找通货膨胀的证据。那第4季、明年第1季也都不乐观啊。如果按照目前这个状况，明年共和党几乎是一定输的啦啊。所以他们现在在干嘛？在重划选区啊，准备作弊啊。所以你看，川普为什么会搞到这边来？因为他发现啊，搞国民兵进驻民主党的城市啊，有利于拉抬民调。所以我认为他根本就是在搞政治旧金山，因为民主党确实治理很糟糕嘛，什么零元购啦、homeless 的那有一些地方治安败坏，这都是事实。是，所以川普就逮到了。所以他不断的在民主党的州啦、各城市啦，不断的派国民兵进去啊，那一样啊，针对委内瑞拉、针对哥伦比亚，都把人家的国家领导人当作毒枭集团共犯，准备派兵把他干掉，这个也得到支持哦。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美国吸毒的人太多了，那他等于就是不检救了讨自己2.5万美国人，就是不检讨自己，检讨外面。就这个都是人家害的，都在搞政治啦。我跟你讲，他只有对中国没辙啦。对。那至于周边小国啦、国内民主党的州啦、城市啦，我就硬干，我看你要怎样。目前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一团乱啊。我说实在话啊，这美国真的是也不知道怎么办啊。我真的是我在美国住过5年哦。我真的第一次看到民主党这么没有力量，一点办法都没有，没辙哎。即便你有那么多州长、市长，没用，有点书生遇到兵的感觉吗？不止这样，不止这样。我觉得他所凝结的共和党那个统治的力量，真的是空前的。我觉得我们以前我可以讲了吧？轮到我对不对？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其实这是有原因的。就我们对美国的了解啊，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来自大学，而大学重要的州都是民主党的州。民主党州里面，像你在那边就东北角里面嘛，他在耶鲁嘛，就待得比较久嘛。民主党所引导的主要的是大学的话是高等教育的话呢，他们强调进步的理念了。所以说在强调进步理念当中的话呢，它违背了美国原有的保守价值、基督教伦理以及的话呢，美国的传统。美国的传统就是强悍。不拿银牌，只拿金牌管你什么王八拳、乌龟拳的，打上去就对了，打扁了就行。什么哥伦比亚呀、什么委内瑞拉都打一开始打到中国，突然发觉不讲武德的啦有点不对劲这一打，哎呦，发觉这个外表和善底下装的是钢像陈刚一样，难怪派出来的贸易代表叫李成刚就像钢一样，你知道吗？这个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情况，今天得到消息，李成刚的话原来是朱瑞士，现在调回来了，可能要升官，感谢贝森特我跟你讲对他点名骂他嘛，说他不请自来啦什么的，人家本身来讲就有立场。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下，哪个人不知道谈判的时候一定有人唱黑脸，就是李成刚唱白脸，何立峰对不对这个王文涛这个我们都懂，这是我们基本文化上的 ABC。美国的文化的 ABC 就是传统价值基督教伦理以及那种就是美国的保守主义所以川普在那边玩这个东西的话呢，导致这个情况。请大家，我今天看到 Truth Social 的时候，我看了3遍，那个丢下粪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非常非常有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川普就是有一半上人支持他。原来 MAGA 的人的话，就是希望他这样干他表现出硬汉的精神。因为川普每一次讲到委内瑞拉的时候讲话都加一句国骂什么的 F 开头。哎呀，就你记得礼拜6时候加 F 开头的国骂的时候，哇，他要剪出来宣传。对，他们整理出来宣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就是这么粗鲁，美国就是这么的无理。大家千万不要看到美国彬彬有礼，因为我们对美国的理解完全是来自于当初的奖学金。对于大学的情况，请你到大学外部去看一下那个中西部的农民，或者说是到那种比较冷的地区的那种农民，种大豆的农民，他们基本上的时候呢，讲话的话呢，就会强调自己的气派跟自己的实力。那在这边情况下呢，我要强调一下，那个中国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就是20号开始我们要开这个20大的十中全会，要提出15.5计划对，请大家记住这个不是计划经济，这是经济计划。14.5的经济计划是完美收官
啊。那15的时候呢，至少的话，大家会强调什么量子啦、AI 啦，然后半导体的突破啦、光刻机的突破啦。所以这一切的做法上来讲，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长处就是说，在这边做事的时候呢，民营的、国家的、军用的、非军用的所有各方面因素集结起来发大力。为什么呢？说句良心话啊，那天佑中华，你让中国面对了一个这样子的困难的情况，就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们的《义勇兵进行曲》唱的就这个内容啊，对不对？你现在又进了最危险的时刻，你大家的话呢，对于美国一下子如梦初醒啊。英文有个字叫 disenchantment， 原来大陆人的话呢，在2年前，大部分被美国 enchanted 的人还非常多，那现在大家发觉哦，美国这个问题啊。说句良心话，我在西方的日子跟那个亮哥在美国日子，可以说是他们的高光时刻啊，高光时刻。那个时候我这个理想，我在留学的时候，我在留学的时候，哇，我在碰到中将，我都觉得说我是留学的，中将没有留学是开飞机的，大家平等。那现在当然开飞机的比我们留学的厉害多了啊！我们要到落后国家去留学的话，就是感觉上好像刚从非洲回来，希望你提拔我一下这种味道，所以这种感觉上心情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了美国变成这个样子，一则以喜，一则以难过。啊，那么喜的地方是美国自己要把自己从霸权的神坛拉下来，要把美国拉下来不容易啊！大家要搞清楚，美国拉下来，如果好好搞的话，可以拖上100年啊！如果这样乱搞的话呢，我不晓得什么时候，反正不管怎么讲，就是天佑中华，而且崩坏会加速哦。对，肯定的嘛，对不对？你现在都是家当，你们什么都关门，你开玩笑，美国又不存钱。川普照理说，美国价值最厉害的应该就是创新的能力，还有学术的自由。那现在是所谓的民主的价值，现在是拿粪去撒抗议他的民众，这是现在川普所演示的川普价值。那个真胡士兵语录有讲到，先求稳当，次求变化。那川普一上来刚好颠倒，先求变化，次求稳当。所以你看，美国它是不稳定的一个国家，不稳定的社会，对外搞贸易战，搞关税战，对内你看到没有？他大举国民兵进驻啊也好，然后联邦政府停摆也好，这个航管不能停摆啊，航管停摆轻的话，会造成空中接近事件。那航路是有航路规定的，犯的是很清楚了。你航管人员如果不在的话，那和空中相撞那还得了啊？你就是这航管其他停摆，地面上可能还好，空中不一样哦。空中这个状况隔离不足，还空中接近，如果是相撞怎么办？所以我倒认为这个川普在这一方面呢，他的没有稳当的这一方面的措施，我认为他这方面是失策的。第二个，我们来看川普战场他开太多了啦，他应该减少他的战场啊，对不对？你说关税战对外的话，关税战还有那么多的战争，中东战争、乌克兰战争，你一个个把它收掉结束，要这个样啊。对内不要搞那么多，一下你要知道又像搞了他自己要想要当这个万年总统，一下又要到9万年，搞那么对，搞那么多，那不要搞那么多。我认为他开了战场，他有国民兵又要进驻，要跟大学，因为前一阵子的话是因为以巴冲突造成大学这个都换了很多的校长，造成这个状况。我认为他应该把战场收敛，把战场缩小，不要开那么多战场，结果贝多利分，造成这个国事如麻，国事调堂，他怎么样去治理？我认为现在美国国力没像以前那么强，他应该稳中求变才对。他不可以变中不得稳，那这个状况就不对了。我认为他这个战略方向是不对，是有错误的。再来第一个，我认为他过于眼高手低，他太过于乐观，太过于乐观就会走向一厢情愿，认为这样讲下去，这一条边下去，这个政策下去，这个来实施，认为可以一帆风顺啊。没有客观的因素是多少，他有没有去想？他过于乐观，过于的眼高手低，造成很多的这些困难相继接踵而至。就美国的这个军人发不出薪水，怎么办？那这样的话，对士气的打击，对眷属的照顾，军眷还拿不到物资，还要捐赠，不可思议。变成军眷去要食物券啊！那军队打仗会有事情，他会在前线去帮忙为美国的国防部去做事吗？我认为都是问题啊。他过于简单化，他应该做任何事情出来要利弊得失嘛。有利的事情会有弊，你要选择利多弊少，趋凶，这个避凶啊，趋利嘛，趋吉避凶，一个趋吉避凶，要走这个状况啊。任何事情一个政策没有一本万利的事情，一定要利弊做权衡。他的战场太多，我认为他应该适度的来收敛战场，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专心政务。
台湾在这1-2个礼拜，因为党魁选举嘛，好多网军各种传言，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是反而中国大陆公布由国安部通报了一宗近期破获的消息，说美国对于中国发起的重大网络攻击案。这个新闻从昨天发酵到今天，大家还是很关注，说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网络攻击进入到中国国家授时中心，有铁证呐。那国安部甚至说，美国利用非日台，包括台湾为掩护，对中国发动了网攻，这种影响的范围呢，会很细密，甚至非常的深远。其中误差只要1毫秒，变电站持续会大乱，大规模会停电。如果股市交易会出问题，甚至北斗的定位精度会差30厘米等等，无线电波还有上网可能会出状况。所以呢，就连越壤的采集车、嫦娥飞船定位都会产生偏差，这影响很大。所以呢，网攻不只是什么舆论，是整个对于科技、电力等等都有所掌握，因此他把它逮捕了。但中美的各种的军事啊，台面上台面下的阴阳对抗里头，无人机的实力现在形成叫做黄金交叉嘛，这个是被拍到说卫星拍下来，在一个 War Room 的这个区域的节目里面被 preview 出来的，说这一架无人机叫做 GZX， 非常大型的曲柄风筝隐形的飞翼无人机，它的尺度呢一展开大概有42米这么的大，要隐身下来被拍摄的时候，哇，已经被认为是罕见的等级。无人机这一役看起来中国走得很前面。第7届在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展示了很多的无人机，这无人机的装备呢，看的很多的国际的关注的科技大咖啊，都觉得哇太厉害，一直在进步吗？其中看到的12K 的摄影看值的20T、直20等等我们看到画面有多种机型的飞行表演，它这个数量都很大很惊人，甚至在湖南还可以出现有16000架的无人机在空中组成参天大树，还有一朵巨型的花朵等等，上演一场令人惊叹的空中秀。所以呢，不只是整个大陆的这个陆军啊，火力系统打得更远之外，用这个无人机的系统更可以加装电子干扰设备，它应用当然是无远弗届。现在看到的只是画面上看起来很炫，实际上不管用在军事用途等等，更是往前领先的非常大的一步。所以连美国将领现在在一个报道里头都说，这个谁呢？美国的陆军中将第5军司令查尔斯，他承认美国的武器呢，武装部队在军用无人机这里跟反无人机的技术开发方面已经处于劣势。美国在无人机能力现代化方面已经落后，输给中国大陆了吗？但是印度赢了吗？厉害了，印度赢学。这个印度媒体都惊讶的是，由美国智库所做的一个统计，居然把印度的空军实力排到中国大陆的前面呢。那很多印度媒体都承认，这个排名看起来很有特殊性，是有特殊考量还是怎么？但总之，这个中国空军技术能力实力明明远在印度之上而这样的这个让印度很光荣骄傲的评比，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但是无论如何，中国飞弹打击覆盖到印度全境，倒是让印度的官方紧张，有一种焦虑感，因为这个要综合火箭部队快速的扩张。那未来在印度为了要抗衡的话，一直认为自己是无法抗衡中国飞弹的，但做什么呢？现在想尽办法是要借这个霹雳15先进技术来研发，那这样子就可以，他们的包括了巴基斯坦的战机当时发射的未爆弹去飞弹进行详细分析之后，就学习中国武器的各种性能，想要自己研发自己的用霹雳15的原型去做自己的飞弹，叫做阿斯特拉2这样子就可以赶上了吗？亮哥，我觉得中国大陆最可怕的就是它的科技创新也外溢到军事领域了，所以如果它在民间的这个工业，因为它的工业的产能占全世界30%，美国只有12%，所以我们且不要讲你能够制造的数量就它会累积出非常多的科技创新的产品那有一些人就会把它运用到军事嘛比如说我上礼拜就看到他的机器狗在跑步结果创下全世界的机器狗的奔跑速度，那人家就说这个已经可以用到战场上，
它如果变成军事化呢？那机器口也可以增加侦测设备啊，那也可以加上比较短的那个机枪嘛，甚至攻击。那你就可以去想象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实际上都是民间做出来的，所以你说，他破获了美国的网攻啊，去把那个北斗卫星的那个授时间可以把你颠覆啊，这个影响非常大，这个甚至还会影响到月球的卫星哦，所以他为什么现在发现？我认为以前一定有，那现在发现了。所以我的意思已经结案了，就是基本上就侦测到了嘛。所以未来中美这种尴尬的军事渗透、反渗透的事件一定会大量增加，因为中国大陆的侦测的，就是科技的能力啦，也到了这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会展现在非常多的面啦，比如说你说它的无人机啦，或者说那个 GGX。以及无人机第一次被看到啊，其实未来还会有非常多啦。它的那个无人机的空中航母，我们还没有真的见到嘞。对，这个一下在空中丢出来就是几百架无人机啊，所以你越来越会看到这样的东西了。那美国当然就是对于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其实对美国来讲就是西太平洋的战争胜负，它现在越来越难布局了。因为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东西再闯进来啊！这个一开始是海军嘛，那接下来是东风导弹嘛，那接下来可能会包括飞机啊、无人机啊，那整个就会越来越不确定了。所以我觉得美国大概在7大洋啊，第一次在西太平洋发生这个状况啊。那坦白讲，我们刚刚总结嘛，说美国的贸易战也发现他打败了。科技战也没把中国搞死嘛，那军事在西太平洋现在发现越来越追赶不上的武器越来越多啊，所以整体它是在撤退啊，比如说冲绳啊，它要撤9000个人啊，朝鲜半岛要撤4000个人啊，那你认为如果冲绳跟朝鲜都在撤，它还会保护台湾吗？那你这个太异想天开了吧？对不对？他还会把最好的武器交给台湾吗？你也太异想天开了吧！所以赖清德的美梦是必然破碎的嘛！我们就看这个会期嘛，我们这个会期国防预算9000多亿了，我就看你那个1、2D 的预警机，你买得到买不到？这美国现役的装备，台湾非常需要，可是川普会卖给你吗？我都严重怀疑。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陆天津正在举行叫做直升机的博览会，其中无人机的科技，哇，让大家看得很目瞪口呆，很厉害啊，苑老师。大陆的无人机我看过，93阅兵我亲眼看过，它非常大，而且好多种。就光这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天津可能是让人更为之惊艳。我必须要在这边强调一下，大陆所有的科技的发展当中，民用的科技可能有一点感觉上几十年前、50、60年前落伍，但是军事科技它一直非常厉害。最近杨振宁不是过世了吗？103岁，他最好的朋友叫郑家先请大家到四川绵阳这个地方看，有郑家先的故居也有钱学森的故居。那他们这些人的话呢，不辞一切的辛劳，然后从美国赶回来参与这个建设，他们在一起联合发表了建设个核子武器，连原子弹、氢弹都那时候发明的。杨振宁特别问过他的好朋友就是跟他兄弟一样的好朋友郑家先就问他，就说你们在中国制造原子弹之后有没有外国人帮忙？郑家先没有直接讲，后来经过杨振宁请示，说可以。就是郑家先可以告诉杨振宁，然后他说完全是自主研发的，完全是自主研发的，然后赶快就是写了一封信告诉杨振宁，杨振宁当场看了泪流满面为什么？因为就是说大家要了解科技的发展需要很浓厚的爱国精神
啊，那这个的话呢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你如果说完全是为了薪水，所以才在美国的什么雷神公司啊，什么洛克希德马丁工作的话，薪水一旦不好的话呢，你就想跳槽，那这个是发展不出军事科技的，这大家要了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大陆本身发展的话呢，现在已经延伸到年轻一代。我这次遇到一个哈工大毕业的，他跟我讲的校训叫做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基本上他们都是做军事科技的，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良好的传统啊。所以你就说美国的网络攻击啊，美国网络攻击他们那个瘫痪他们那个标准时间了。所以北京时间的话呢，就是说那个授时中心的话呢，是2022年开始到2024年就完全在掌握之中。这个案子已经破解，央视已经报道。我今天看了这个报道，它的这个结果会非常严重。但是我觉得科技都是互相，科技才是真正对等的，就是你有办法来控制我的网络。我也有办法来控制你的网络，就比较啊。我在这边强调，因为大陆已经公布了3次有关台湾的网军，那这次更不得了，这次公布了18个人，他们开什么公司、身份证号码，而且鼓励大家来检举，检举后现发人民币1万元。那这个的话呢，其实不管能不能够做到吧，啊，但是呢，也就说明大陆的网络科技一样能够并驾齐驱啊，就是扶摇直上之外的话呢，旗鼓相当。所以你在这种情况，另外我讲到那个公司，那个做空军评比，把这个印度排到第3，大陆排到第4。那是一个印度裔的美国人排的啊，他里面讲了一句话就露馅了，他就说从5月7号，印度把巴基斯坦打得一塌糊涂开始，证明印度第3啊，这大家一看，就完全是自取其辱了。我要用这个来印度赢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爱国。无人机的科技现在大陆发展的非常快，将军怎么看？对这个大型的，包含军用的无人机，还有这种小型，包含商业用的无人机，就是经济上面用的，因为这个样式非常的多。那你看他做这个在娱乐用的这种无人机哦，它这个还是大小型不同混编的哦，因为它那个颜色有小型的无人机，它那个树干是用大型无人机，这个会造成气流干扰。气流干扰之后，又有这个频谱的干扰，因为你每一个动作是有不同的频谱，每一个架飞机是不同的位置起来的，还有一些频谱上的差异，频谱时间会干扰，它都克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立体变化的干扰，你的立体变化位置的时候，彼此的位置走位你会干扰到的，会有时候在空中相撞哦，它做这个克服了。那在经济用也好，娱乐用也可以达到。那将来转移到军事用，那又不一样了，因为它表示它的档次。它的控制跟管制升高了，你可以做娱乐用的这种立体变化那么复杂，等到转移到军用的话，那这样的话，它在战场上可以变成多功能、多元化来做使用。那我们看美国无人机为什么不行呢？美国无人机造价成本太高，大概是中国大陆3倍到4倍。第二个，依赖性太高，因为都一直在中国大陆市场，你就没有研发的精神，研发的那种这个往上面去。堆叠去研究的那种投资就减少了。第3个，创新有限，你就一直拿那几款。那中国大陆一直在变化，好多款项都来了，所以中国大陆不能它的无人机的市场变成我们讲到的，就是一个正面效应就出来了。那反而美国在这方面就变成减量效应。为什么？相对萎缩啦。那中国大陆经费会越来越多，因为它再从市场上赚更